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文。前几天一直在出制所加工一些新茶，今天终于有时间为大家来继续讲述新出来的茶品春茶，红茶中的王者，红茶中的贵族。眼前有一款茶，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条形啊，这个是里条形、枝条形的一个茶品。这款茶名称叫做中国红。我们2021年的春茶滇红中的王者上市了。第一波红茶，它的条形确实虽然是理成了枝条形，但是大小粗细略有不一，因为第一波长出来的茶条的长芽的程度大小均匀不一，所以出来的茶都有均匀不一。好，我们从干茶首先来闻一下这个茶到底制作的如何在以往的视频当中普文都有讲述。首先我们拿到一款茶，第一个事情要看这个茶条干茶条它长什么样。像这个茶条一看，首先它是一个里枝条的一个红茶，看这个条形里的均匀度怎么样，这是一部分。整体来说，像第一波茶来说，这个均匀度，这个里条的细度还是比较不错的。第二步，我们先来闻一下这个干茶，这个干茶有什么一个香型，烘焙之后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花果香。烘焙温度不是特别高，就是里条的温度它不是特别高，但是它的茶条的花果香非常明显。当你深吸一口气的时候，那种花果香就出来了。好，讲述了干茶的这一部分，我们来开汤简一下，讲述一下这款2021年的第一波滇红中的王者中国红我们投茶量大概是6克左右。在这个茶的冲泡中呢，因为普文是来评测这个新茶，普文采用100度的水温冲泡，用最差的方法去冲泡它。这个茶红茶尤其是它能不能出来酸味，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汤色。好，我们现在开始冲泡。冲泡之后这个汤色看似颜色马上有黄色出来。好，我们来出汤看一下。哇，一个金黄色的汤出汤时间大概是8秒钟左右。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汤色，干净程度也是非常好。一冲泡之后这个在密闭的一个空间里面，这个花果香立马就出来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我们来闻一下这个茶香。哇，这个花果香非常浓郁但是汤中明显闻不到酸味哇，这个热汤香非常好。在冷却的过程当中这种花蜜香、花果香就出来的非常浓郁。好，我们来泡喝的那一泡，同样采用100度水温高冲。好，快速出汤。哇，黄金汤。从这个汤色当中可以判别的是这个茶的发酵程度不是高深度发酵，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红是一个拼配茶，这一泡梅酱的香型特别浓郁，花果香还有梅酱的特殊香型。好，我们来品鉴一下，甜味非常好，这个发酵的青味不是特别足，但是花果香非常。由于高温冲泡略微带有淡淡的一点水味，然后我们继续来冲泡喝的第二泡。这个黄金汤非常完美，喝的第二泡香气依然高好，我们来品鉴一下。第一泡略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涩底，春茶的那种滋味确实跟秋茶不一样，甜度非常不错，水的柔滑度也是非常不错普文是采用了最差的一个泡制方法。好，我们来冲泡喝的第三泡。但平时建议大家泡茶采用，尤其是泡这类拼配类型的茶尤其是泡红茶，建议大家在90度水温或85度到95度之间的水温来冲泡红茶。这样的话，根据一个茶的特性和不同，能泡制出来较为好的一个口感。哇，这个香气是非常的好，甜度非常高，有一些涩底出来，但是它整体的香和甜都是非常好。因为新茶
做下来只有2天，它略微有一点色底，这样这类红茶需要退火和褪色，正常情况来说1个月时间就能把这个涩味退掉。这个涩味是怎么产生的？这其实跟发酵跟烘焙都是有一定的关系。发酵这个茶相对来说是偏轻，发酵轻的茶后续转化的能力要比发酵深的茶来得更好，所以这个茶1个月之后，这种色底褪去，这个茶的饱满度和汤感的柔度，入口能化的那种感觉，它就会呈现出来，而且它的甜度会更甜。好，我们来焖泡一下这个茶，看它能不能出酸。3分钟，普文最喜欢用3分钟时间。好，3分钟之后我们见真晓，这个茶到底怎么样？这个茶口感怎么样？耐泡度怎么样？在3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一切都能了解。好，3分钟时间已经足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汤色的变化。汤色是明显的加深酒红色，黄酒的颜色。我们来闻一下这个茶，依然不出酸味花果香依然很浓，反而变得更浓郁了。按这种汤色来判断的话，这个茶至少能泡到10泡。我们来喝一下有没有苦底，刚才的色底已经化开略微有一些苦底，但是焖泡之后感觉厚度增加了很多，汤感的柔度也是增加，但是回甜。好，我们来检测一下这个茶制作的叶底。好，大家看一下这个茶整体来说这个颜色发酵是比较轻的一个茶，发酵程度有略微的不同。这样来看，整体叶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均匀。好，关于这个新出来的中国红的讲解，普文就讲解到这里。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普文，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制作工艺。